你不要再去做那么压力大的事情，你等身体好一点再去好不好？这是什么平行世界啊？他在享受音乐，好惬意哦。可是其实弹琴的人根本不是这个状况，他其实是在练琴的时候把那个放松的音色练进去。我们的影片比较小众，所以比较难有流量带来的业配和广告收入。所以如果希望赞助我们，不论金额的大小都可以捐给我们哦。你可以扫描 QR code， 或者是看下方的资讯栏，有玉山银行和 PayPal 的账号，可以方便您使用。谢谢你啦。Hello， 今天的练琴攻略8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如果你的立场是家长，你要怎么帮孩子安排他的练琴攻略比较好。今天分享的内容都是我观察到一些家长他做了一些事情让孩子难进步的状况，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家长求好心切，反而让孩子把恋情跟负面情绪挂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哪些雷区吧。第一个是因为后面会有一连串相关，所以我把这一个拿到最前面来讲。这个就是你不要吓小孩或宠小孩。宠小孩的状况是有一些小孩他其实是会操控人的，例如说他用撒娇或者是耍赖，就不去做一些有讲好答应好或者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这样子让小孩常常成功的话，那小孩出社会或者是进入学校团体生活以后就很容易适应不良，因为外面的人不会这样子让着他啊。所以要帮助你的小孩以后有勇气而且正直的出去跟人家相处的话，那就不要宠他也不要吓他。什么是吓他呢？就是跟他说外界有多可怕。我觉得如果是提醒他说会要小心，那还 OK。可是一直讲到让他心生恐惧，不想要面对外界的世界的话，那就太超过了。这个应用在恋情里是什么呢？吓他的状况有一点像学琴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说你要多练，不然你会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要参加检定，而且你要努力弹好，不然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让小朋友已经面对了未知的挑战了，还要再面对家长讲的更多他更未知的事情，这样子他有可能就会比较抗拒一点。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成为正直又勇敢的人，不要宠他也不要吓他。第二个我们来讲的是有一些家长他会行程排太满，所以他排了很多课程，从放学以后就开始排，小朋友根本没有休息时间的话，你一路排到8点，跟小朋友说8点回家，累了可是要练琴15分钟10分钟，小朋友整个就是觉得受不了啊。所以我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行程帮孩子排得太满了，累个半死还要练琴的这种负面情绪跟练琴挂钩就是不好的。接下来第三个是练琴的过程太无聊。我们有的时候上课1个小时能够教的东西有局限，所以小朋友他练3天也许就已经把那1个小时的作业给练完了。特别是初学的小朋友，他们一开始谱都还很简单，他们是手的肌肉需要追上大脑的状况，所以他3天就练完了以后，第3天以后他们再练的话，就是一弹就是马上正确的，一点难度也没有。这个时候对小朋友来讲就进入一个太简单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衡量太简单或太难或刚刚好呢？这个科学家有做过实验，就是他们测量那个百分比，如果大概是86% 的简单度，也就是说14% 的难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让他考试的话，他大概可以得86分。这样子的话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有挑战性好玩的状况，不会太简单也不会太难。所以一首歌你要怎么看它是86分呢？你就看它大概会错20%，就差不多是这个状况。因此当小朋友他的完成度已经超过80%，那当下的作业可能对他来说会太简单，就不要再要求他弹很久。
因为它变成在做一件对他来说很无聊、很简单、没有挑战的事情，还要拖好久，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痛苦跟负面情绪，又跟恋情连接在一起了。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他已经可以完成到80%，那他可以减少练习的时间。本来是要练15分钟，我们现在只要弹3次就好，他就可以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他就可以去写别的功课。他时间是流动的嘛，他现在就可以把一些数学题啊或国语题啊先预习一下，然后到下一周的时候，他就练琴量再多一点点，然后国语数学的学期就少一点。刚刚那个是我比较常见到的小朋友会和负面情绪挂钩的状况，我们来讲一些可以帮助小朋友和正面情绪挂钩的状况。第一是给小朋友正增强，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正增强这个实验啊，或者是名词是怎么来的。总之它就是如果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就给他奖品的话，那他就会有愉悦的感觉，所以他会比较喜欢做那件事情。训练小宠物的时候就常常会用这个方法。当然你的小朋友不是小宠物啦，可是正增强对所有的人，不管小朋友大人都还是蛮有用的。那因为小朋友比小宠物高阶啊，所以我们的正增强也可以从奖品换成更高阶的肯定的言语。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跟小朋友说，如果你考过钢琴检定的话，我就帮你买手机。那小朋友下一次的检定可能就也会为了某一个奖品，所以才去拼那个检定，而且他的奖品可能会胃口越来越大，因为手机买了，下一次就不用买手机，可能要买 iPad 啊，买电脑啊，买其他东西。所以正增强稍微有一点点它的缺点在，如果是替换成肯定的言语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考过检定，或者是即使检定考不好的时候，都还是跟孩子可以说，你勇敢去挑战勇敢挑战就赢一半了，你好厉害哦。这样子你的孩子他就会把勇敢挑战这件事情跟肯定的感觉画上等号，将来他就会更容易成为一个愿意勇敢挑战这个未知的世界的人。不过据我的观察，有的家长好像不想要他的小朋友变成是勇敢挑战这个世界的人，那你的肯定的言语就要换在别的地方用，就是你自己想其他不一样的应用状况吧。还有家长们称赞的重点，老师也是一样，必须要精准，不要很虚幻。小朋友听到精准跟虚幻，他们其实是感受得到不一样的。要怎么称赞的精准呢？其实就是家长或者是老师都有责任要了解小朋友他现在遇到的难关。例如说我刚刚讲的嘛，小朋友他检定的时候，在上台之前，他前面其实已经要准备，然后要每天坚持，这些都是他在准备的时候就遇到的难关。光是这一些难关，你陪他一起度过，然后边帮他加油打气，然后在他度过了难关以后，也给他肯定的 feedback， 这样子都会让小朋友觉得感受到你是精准的在帮助跟鼓励他的。不要把难关丢给孩子，然后就是帮他出钱。当然是愿意帮孩子出钱，真的是孩子要非常感恩，我非常同意。可是你还可以做的比出钱更多一点，要稍微讲一些不太好的状况。有一些家长他是不知道该怎么陪伴孩子度过难关，可是有一些家长他真的是只出钱，然后把难关丢给孩子。原因是因为他想要训练孩子成为一个好像让那个家长自己可以更人生胜利组，更人人称羡，小朋友好像一个他身上的勋章一样，这个就是蛮不好的状况。再来补充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其实我必须要说，它虽然是真人真事，可是它充满了我自己的脑补，去让这个事件更夸张、更有剧情。这个事件是这样子的，有一位妈妈，她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她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在这个状况下，他甚至手指头已经有一点沾黏了。他本人不知道沾黏，可是因为我自己有沾黏过，所以他跟我讲那个状况，我就说那个是沾黏状况啊。
所以他要来练琴，我就觉得哇，音乐可以帮助人，然后当然是尽力帮助他，用琴来帮自己抒压是很好的。他自己也有培养他的女儿，小时候有考过检定，所以他也觉得学音乐很快乐，可以抒压很好。他就这样子跟我花了时间讨论一下学习模式、教学模式、练习模式，谈完了以后他就回家，然后开心的告诉他的老公跟他女儿他要学钢琴这件事情。没想到她老公跟她女儿的反应是：妈妈，你已经身体不好了，你不要再去做那么压力大的事情，你等身体好一点再去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讲她女儿跟老公的反应以后，我整个就是这是什么平行世界啊？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因为在我整个脑补里面，就是这个妈妈培养她的女儿去检定的时候，她是认为好好哦，帮助女儿会弹琴了以后，将来可以弹琴抒压耶。殊不知，考检定的当事人这位女儿的情绪，很有可能是不知道吃了多大的苦头，然后承担了多少的紧张和独自一人练琴的痛苦时间，终于考过了检定，所以现在才会担心妈妈在身体不好的状况下学音乐会负担太重。看这个女儿有多担心她妈妈，其实可以猜得出来她小时候在考检定的时候承担的那个压力和痛苦有多大。不是练琴考试的当事人，其实很难知道我们在面对那些面无表情的评审的时候，要去弹给他们听的时候，上台之前的那一种痛苦和压力。所以不要看那个演奏的当事人好像很惬意的享受音乐，他其实是在练琴的时候，像我说的，用节拍器把那个放松的音色练进去，可是不代表他的练琴学习过程是觉得放松的，或者是他在上台表演的过程是放松的。这个状况很常见啊，就是看人家弹琴的时候会觉得哦，他在享受音乐好惬意哦，然后特别是别人自己也听得好惬意的时候，都会觉得弹琴的人跟他一起惬意，可是其实弹琴的人根本不是这个状况。如果你不会弹琴的话，好像可以稍微想象的方法是，你想象你要在好几个人面前去演讲，而且还不能吃螺丝，还要很有条理，那就会有一些紧张程度嘛。所以上台在弹琴表演的时候，其实就是类似这种紧张程度。像我自己啊，我以前在期末术科考或者是检定考之前，会想要一直跑厕所，然后肚子会痛，而且也会吃不下东西，这个都是一定有的。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是手会抖，对我来说演奏乐器真的是紧张到手会抖，好麻烦。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的手要握着泡双簧管簧片的水，跟簧片泡在里面，然后我一只手拿着我的 oboe， 然后一只手拿着那个簧片和水，我就看到我的手是这样子抖，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阿鸟伟抖成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考试啊？所以那个紧张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外人说啊，就不要紧张啊，你就放轻松就好了，当事人没有办法跟你一样另外，关于正增强，我还想要讲的事情就是，你的反馈会塑造你孩子的价值观。例如说，像我有跟大家讲过，我的老师会一直骂我啊，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弹得很差，演奏能力很低。可是其实从我毕业到现在，不论是我看我自己的学生，或者是我看别人的学生，我还没有遇过一个小孩比我自己厉害的所以我被塑造的价值观是被老师的价值观扭曲或影响的。我一直觉得自己弹得很烂，可是事实状况很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的价值观它直接影响到我的，就是我就开始很不想要练琴，觉得练琴很痛苦，自己做得这么烂还要继续练，对我来说是很折磨的事情。因此后来我也因为不爱练琴太痛苦了，进步的程度就很有限，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是相反，他没有读过科班，然后身边的外行人常常称赞他弹得很好，所以他就一直很开心的继续练，
对他来说，音乐是很开心、很放松、可以抒压，而且获得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我没有走上这个想要设法改变我自己的这一个策略跟道路上的话，音乐对我来说永远是没有办法用来抒压的耶。可是我那个朋友弹得没有我好，音乐对他来说总是很开心能抒压的。所以到底音乐是能拿来让自己这个当事人开心抒压重要，还是拿来让别人称赞重要呢？当然是又能抒压又可以被人家称赞很好啊，我们又不是一定要2选1，两个其实都可以达得到。所以就是要给自己，或者是你在帮你的孩子的话，给他们正确的世界观，然后也给他们正确的正增强，再加上一些练琴攻略的安排，这样子就更高的几率可以又是抒压又演奏的真的非常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希望影片对你有帮助。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你练琴的瓶颈的话，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特别是如果有这个问题你问过别的老师，别的老师没有给你满意的答案的话，也可以再问我一次看看，多听几个人的意见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我会试着努力帮助你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得正确，弹得开心。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帮我订阅、点赞、分享给有兴趣的人。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